大家好，我是安德罗尼。大家好，我是蒙太奇。今天由我们为大家带来加吉森新卡的发布。首先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萨满的一张二费2/2的这个武器，是一张蓝色的武器。光看身材的话，其实它跟别的武器我们之前有的差别不大。哎，这张武器让我想到萨满的之前那张武器2费2/3的雷柱战斧，还有猎人的重心刃弩。当然，它比不了我们的战士最强武器2费自2费3/2，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特效啊。战士毕竟是一张就是白卡，是的。那也就是说，这张萨满的武器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特效。它是蓝卡嘛？完全体，我们现在又看到了，我们现在看它的图像，还是没有看到它的作用。它是一把爪子哎。爪子，我们卡拉赞之前有一把幽冥鬼爪，也是改变了萨满天梯的地位哎。对。这个的话，单从身材上面来讲，我觉得肯定是幽灵之爪好一点，因为它1费有3耐9。就看看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效能 PK 得过幽灵之爪。我们看到它的效果了，战吼召唤一个青玉魔像，过载1点。这一次的新卡它主要也是有一个新的机制嘛，有3个阵营。然后呢，这个青莲教属于其中一个阵营，它可以经常有战吼啊，或者说王语啊，会召唤一个青玉魔像。它可以养成青玉魔像，就是一个养成系的教派。其他成员有盗贼和德鲁伊，他就是靠着养魔像，然后1回合1个魔像。对的。1费是第一次召唤是一个11，第2次召唤就是22。我就感觉这张牌嘛，它应该还是一张比较灵活的牌。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它是一个战吼，那战吼如果配合同虚的话就会很强。如果同虚的话，连招2个就3344，对的，就铺起来是非常强的。这么听起来好像很强哎。很多的这种武器嘛，比如说就拿骑士的白银之枪来说，它到后期它无非也就是一个22，砍2点血。但是这个不一样，它到后期的话，它会越来越强。它首先是一个22的补刀，然后会招一个非常大的魔像。对的，我还是比较看好这把武器的。而且这张牌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配合它的一些体系。好的，体系牌。这是一张4费的中立卡，你看到没有？4费下面有一个标示。对的。它是专门的成员才能用，其他成员3个职业可以用，不能用。对。4费23，哇，这个身材亏的还是比较厉害的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4费23，那如果拿它跟标准身材的雪人来比嘛，它就亏了2/2的身材。对的。这样一看的话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召唤一张魔像起码就要值2费了。它原先是一张4费45身材，就变成23了。对的。招22就不亏，招3344就赚了，就很赚了。这是萨满独有的魔法牌，青玉闪电4费打4。萨满有一张熔岩爆裂是3费打5，但是它过载。它过载2，但我觉得这张牌比起熔岩爆裂它要强啊。其实我们可以对比它跟那个火焰之地传送门这张卡。那如果这2张牌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像这个青羽闪电应该是比较稳定。关键是它只需要4费啊。对的。这张青羽闪电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成为下一个时代萨满的标配。哇，这是一张橙卡，中立的橙卡，它叫艾雅黑掌6费53身材的一张中立橙卡。战吼是召唤一个魔像，然后王语也是召唤一个青玉魔像。是的。6费53的橙卡，首先6费的橙卡它是一个战场的橙卡。我们先拿来跟凯恩雪提比较一下吧。他上场的时候是一个53带一个6费出嘛，这魔像肯定小不了，怎么也得3344吧。是的。你看一个53带一个3344，这完爆凯恩雪提，然后里面出来这个王语又要在当前基础加1，可能就5566了。我觉得他怎么都比凯恩雪提厉害了。好像是的。就算配合恩佐斯，他也比凯恩雪提要厉害了。是的。一张7费55身材的青玉酋长，战吼是召唤一个青玉魔像，使他获得嘲讽。因为这张牌是后期出嘛，一般后期青玉魔像应该是堆到了比较厉害的一个数值了。对，应该也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身材了。很有可能这张7费出来就是7费55带一个66或者77，就是魔像比本体还要厉害。对的，是带嘲讽的。这张牌让我想起了法师那张6费的55。带一个33的随机，对，它7费比它高了1费，但带的魔像呢要比3费的生物要强，所以这张牌我觉得强度而且它还带嘲讽，关键是，对，我觉得这张牌的强度也是不错的，应该还是比较厉害的一张卡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新卡发布就到这里。
那我们就期待一下这张青玉之爪在未来可以击败幽灵鬼爪，然后淘汰雷柱战斧，成为萨满新一代的神器。